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聽今天的節目，我是林夕，真的非常非常開心，大家能點開這一集，尤其是如果你的心情現在稍微有一點點低落，或者有一點迷茫的話，我覺得這一集會特別適合你。大家好，我是張松，沒錯，這不僅是一個學習中文的節目，也是一個給心靈按摩的節目。希望大家現在不管是坐在地鐵上，還是在家裡休息，都能把肩膀放下來，深呼吸，讓自己稍微放鬆一點點，對自己溫柔一點。這句話聽起來真好。張松老師，今天我們要聊的主題其實非常經典，甚至有點老生常談，叫做相信自己，做你喜歡的事。是的，老生常談這個詞用得好，它的意思是說，這個話題大家已經討論過很多次了。聽起來可能有點無聊，但是林夕，我想問你，這個話題雖然聽起來簡單，你覺得做起來容易嗎？天哪，簡直太難了！我覺得這可能是世界上最難的事情之一。說實話，每次看到這樣的標題，我心裡都會想，我也想相信自己，我也想做喜歡的事，可是現實不允許。確實是這樣，這不僅僅是你一個人的感覺，大部分人都會覺得，現實生活和內心渴望之間有一堵牆。你有沒有過那種特別糾結的時刻，就是外界的聲音很大，心裡的聲音很小？太有了，比如我剛畢業的時候，身邊的七大姑八大姨，還有朋友們，都在告訴我，林夕，你要找一份穩定的工作。他們說，女孩子要追求安穩，要有錢，要有安全感。這很典型。這種聲音通常被稱為社會時鐘或者他人的期待，他們會告訴你，這才是正確的路。沒錯，我會害怕，怕如果不聽大家的話，我會失敗，怕別人不理解我，甚至嘲笑我不務正業。這種怕的感覺真的會讓人不敢動。林夕，我想告訴你，這種恐懼非常正常，但是我們今天這期節目就是要解開這個結。其實沒關係，每個人的生活劇本都是不一樣的，你不需要去演別人寫好的劇本。不需要演別人寫好的劇本，這句話好有力量。那你身邊有這樣的人嗎？就是那種敢於跳出劇本的人？當然有，我給你講一個真實的故事，是我的一位好朋友，我們就叫他大偉吧。大偉以前是在銀行工作的。哇，銀行工作聽起來就是那種父母最喜歡的職業，工資高、體面、穩定。完全正確，他的薪水非常不錯，家裡人每次提到他都特別驕傲。但是我和他出來吃飯的時候，發現他從來不笑，他看起來總是很疲憊，那種累不是身體累，是心累。他說他每天下班回家，只想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，覺得這一天好像沒活過一樣。這種感覺太糟糕了，就像是一個機器人，雖然在運轉，但是沒有靈魂。那後來呢？他一直這樣忍受下去了嗎？沒有，大概2年前，他做了一個讓所有人下巴都掉下來的決定，他辭職了，去學做咖啡，然後開了一家非常小的咖啡店。天哪，從銀行經理變成咖啡師，這跨度也太大了吧？他的收入肯定少了很多吧？剛開始的時候，賺的錢連以前的1/5都不到。我也問過他，我說大偉，你後悔嗎？我也想知道他怎麼回答的，畢竟生活還是很現實的。他正在做一杯手沖咖啡，他抬起頭看着我，笑得特別燦爛。他說，張松，雖然我現在身體很忙，有時候站一天腿都很酸，但是我的心裡是輕飄飄的，是輕鬆的。哇，心裡是輕飄飄的，這聽起來太美好了。這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快樂吧？對，他說他每天早上醒來，想到要去店裡聞咖啡的香味，他就覺得這一天值得過。這就是我想說的，做喜歡的事
不一定會讓你馬上獲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，比如賺大錢，但它會給你一種確定的幸福感。所以說，只要相信自己的感覺，就是在走对的路，哪怕這條路看起來有點窄，有點慢。沒錯，說到慢，這也是我們很多人的痛點。我們太着急了，我們總覺得自己不夠好，尤其是看到別人的時候。真的，我有這種體會。比如我在學外語的時候，看到網上有人說我3個月就學會啦，或者看到別人的畫的那麼好，我就會特別焦慮。我會覺得天哪，我怎麼這麼笨？我怎麼還沒進步？這種比較是快樂的殺手。我們要明白一個概念，叫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時區。時區是 time zone 的意思嗎？這是什麼意思呢？對，意思是說，有的人20歲就成功了，但可能50歲就去世了；有的人50歲才開始創業，但活到了90歲。紐約的時間比加州早3個小時，但這不代表加州的時間是錯的，它只是慢一點而已。這個比喻好棒，所以我在我的時區裡不用去看別人的時間，慢一點沒關係。只要我在走，完全正確。相信自己，不是說你要覺得自己是全世界最棒的人，不是那種盲目的自大，而是相信自己可以慢慢變好。我也覺得，我們對做大事理解得太重了。其實做頓好吃的飯，安安靜靜聽一首喜歡的歌，或者去公園拍一張樹葉的照片，這些算不算做你喜歡的事？當然算。而且這些才是生活的本質。你做這些事的時候，不需要觀眾，不需要別人給你點讚，只要你自己那一瞬間覺得真舒服，這就足夠了。不需要觀眾，這句話說得真好，因為別人其實都很忙，他們都在關注自己的生活，根本沒有那麼多時間盯着我們看。是的，只有你會24小時和自己在一起，所以討好自己比討好別人重要10000倍。這讓我想到那些還在找方向的人。如果我還沒找到那件特別喜歡的大事，但我每天做一點讓自己開心的小事，是不是也是一種相信自己？絕對是。而且相信自己這個詞，我們可以拆解得更具體一點。林夕，你覺得如果你遇到了困難，什麼樣才叫相信自己？是不是說我就堅信我一定能贏，一定能成功？這是一種，但我認為更深層的相信自己，是遇到困難時說我可以試試，甚至在失敗的時候能笑着說沒關係，大不了再來一次。這種心態更輕鬆，不是一定要贏，而是我不怕輸。對，我前幾天在公園散步，看到一個小女孩在練滑板，也就7、8歲吧，她摔倒了很多次，真的很多次，我都想過去扶她了。哎呦，看着都疼。那她哭了嗎？沒有，她每次摔倒就坐在地上緩一緩，拍拍褲子上的灰，然後站起來繼續滑。她臉上的表情不是痛苦，而是專注。她相信她下一次能滑好。這就是我相信自己的最好畫面。太勇敢了。其實我們大人反而有時候不如小孩子，我們太怕丟臉了。如果能像那個小女孩一樣，拍拍灰，站起來，生活會簡單很多。是的，而且我想補充一點，做喜歡的事不一定意味着你要像我的朋友大偉一樣辭職賣房去流浪，這太極端了。對对對，這也是我想問的。畢竟大家都要吃飯，都要付房租。如果不能全職做喜歡的事，該怎麼辦呢？我們可以在忙碌的生活裡給愛好留一條縫隙，哪怕只是每天半小時。留一條縫隙，這個說法很形象，能不能舉個例子？就像我認識的一位阿姨，她在超市工作其實很辛苦，也比較枯燥，但是她特別喜歡種花。她家的陽台上全是各種各樣的花。哇，那一定很漂亮。特別漂亮。她跟我說，每天早上起來，
只要看到那些花開了，或者長出了新葉子，他就覺得內心特別平靜，特別快樂。那幾盆花就是他生活的光。這就是喜歡的力量。雖然工作可能不那麼完美，但因為有了這些花，生活就有了盼頭。對，所以如果你正在聽我們的節目，也許你正在學中文，覺得漢字好難，語法好複雜，覺得很累。哈哈，我相信很多聽眾都有同感。但是如果你換個角度想，我學中文是為了去旅行，為了聽懂喜歡的中文歌，或者是為了變成一個更博學的人，那麼學習這個過程本身也可以變成一件喜歡的事。就是把必須要學變成我想要學，哪怕每天只學一個詞，一年也有365個詞呢。沒錯，這就是積累的力量。很多人因為怕學不好，怕失敗，所以乾脆就不開始了。但是，不是的話，你永遠不知道自己能走多遠。這讓我想問大家一個直擊靈魂的問題，張松老師，你也來回答一下。如果不考慮錢，不考慮別人的看法，不考慮任何限制，你現在最想做什麼？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。如果完全沒有限制，我可能會想去一個小島上，每天只負責看海，然後寫寫小說。聽起來好浪漫。我的話，我可能想去學跳舞，雖然我四肢很不協調，但我就是覺得隨着音樂動起來很開心。你看，不管你想做什麼，旅行、唱歌、開店、跳舞，其實都可以從現在開始做一點點。比如你想去小島，那是不是可以先開始寫小說？比如你想跳舞，是不是今晚回家就可以跟着視頻跳5分鐘？對，不一定要等到萬事俱備，時間就像海綿裡的水，擠一擠總會有的，哪怕只有10分鐘。每天給自己10分鐘，做一件純粹為了開心而做的事。這10分鐘裡，你不是誰的員工，不是誰的父母，你只是你自己。當你開始這樣做的時候，你會發現你的笑容變多了，心裡好像亮起了一盞燈。所以，不要害怕開始，也不要覺得太晚。種一棵樹，最好的時間是10年前，其次就是現在。無論你幾歲，無論你在哪個城市，你都要為自己的快樂負責。你要為自己的快樂負責，這句話我要拿小本本記下來。這一期的內容真的讓我感覺暖暖的。希望今天的節目能像一杯熱茶一樣，給你的心裡帶去一點溫度。你真的在做喜歡的事嗎？聽完這期節目，你有沒有多信任自己一點點？謝謝你聽到這裡。如果你願意，可以在留言區告訴我們你在哪裡聽節目，你最想做的那件喜歡的事是什麼？哪怕只是想睡個懶覺，也可以告訴我們。我們會認真看每一條留言的。祝願大家今天有一點勇氣，有一點笑容。最重要的是，一定要喜歡你自己。我們下次見。下次見，拜拜。